本地人李建強喺村裏面分咗100幾畝山地，圈養住幾十隻清遠雞。呢啲雞基本就係自己屋企過年過節食嘅，並唔出售。它平時要往山上那裡跑去，一般我們餵它才跑回來。喺青山綠水間嘅山裏面走180日，先至會被送上餐台。呢個係清遠雞嘅特性之一，必須放養，所以亦都叫走地雞。坑口村處於筆架山，原生態旅遊風景區嘅腹地。村民李建強嘅呢一家小店，隨住鄉村自駕遊同單車越野嘅興起，先至有咗生機。小店嘅招牌菜正係蔥油雞。湯殺之後，成隻放入微滾嘅開水裏面，令到鮮味喺湯同食材之間循環。清遠雞自帶清香，調味唔可以重，以防止雞味流失。雞斬塊之後放入葱段爆香，咁樣嘅雞肉纖維細緻緊實，淡淡嘅葱油味混合咗雞鮮中帶甜嘅味道。清遠雞嘅肉質比其他雞要柔軟一啲，纖維緊緻之餘帶一啲彈牙感，肉熟骨不熟。白切可以最大程度咁保留清遠麻雞嘅鮮味。李建強個仔李子豪好瘦，唔中意食其他肉，自細就係中意食雞。係咪食？係啊，好食。今日咁等，我食多2嚿啊，佢啊。李子豪今年21歲，以前唔中意留喺大山裏面做嘢，落山去咗城裏面。直到上個月，佢決定仲係要翻上山嚟幫爸爸。他老爸那麼辛苦了，那就願意回來幫他做。睇住個仔都翻上山，李建強越嚟越離唔開呢一座筆架山，住住自己起嘅屋，食住自己養嘅雞。李建強自足而踏實。廣東嘅冬天嚟得遲，但南昆山比海邊嘅溫度低咗好多。南昆山24萬畝原始森林，加埋6萬畝綿延竹海，令到一到冬天盛產各種山貨嘅山裏面，就吸引咗中意嘗鮮嘅人們。尤其天一凍，冬筍就會成為集市嘅主角。落咗一日雨之後，難得嘅大晴天，村民李叔即刻攞住棍出門。佢知道竹林裏面匿咗幾個月嘅筍芽，將會喺雨後快速膨大長成冬筍，佢必須揸緊時間。夏天採茶，冬天挖筍。30幾年嚟，李叔對呢座山再熟悉不過。邊一片竹林筍多，佢一眼就可以睇出嚟。現在這筍要把它挖掉呢，它就使那個養分呢全部供在下面那些小的了，就是留在它在清明前生株子的那個養分。那個時候挖掉了，它那個時候呢那個株子生得就比較大。冬筍從來都唔露面，本地人挖筍主要睇土。這一根呢又出了土了。外行人睇落去好似一樣嘅土地，李叔就可以辨認出邊啲土層鬆，邊啲表面裂開，筍尖就嚟要冒出。冬筍其實係毛竹底下嘅竹邊側芽發育形成嘅筍芽。因為根基唔深，好難生成竹，爛喺地裏面反而阻礙咗毛竹嘅生長。
物盡其用嘅山裏人喺睇落去冇用嘅根莖中，發現咗冬筍呢一種山林美味。冬筍嘅生長週期極短，南昆山嘅冬筍一般只係喺10月中旬到1月中旬先有。因為產量少，冬筍嘅價格比春筍要高好幾倍。呢3個月，村民紛紛利用時間上山挖筍補貼家用。但為咗生態平衡，保證年年有筍，村民都會恪守祖輩流傳落嚟嘅規矩。村裏面還沒有秋高是沒有說禁止挖的時候，就全南昆里到處去都可以。但一到高春，不用秋高是那個就不去挖的，你自己也不挖。哎，老闆，冬筍啊！哎呀，好靚哦，條冬筍哦，冬筍好食哦，見下哦。冬筍含有豐富嘅蛋白質、纖維同多種氨基酸，豐腴鮮美，同五花肉配搭，豬肉嘅油脂融入到清新嘅冬筍裏面，減淡筍嘅澀味，令到佢更加清脆爽口。同青菜搭配，亦都因為筍味嘅獨具一格，能夠帶嚟更清甜嘅口感。筍4季都有，但以春筍、冬筍為佳。黃中帶白嘅冬筍屬於上品，所以冬筍亦都俾當地人稱為金包肉。路廣食筍同其他地方唔同，除咗去除筍衣，口感有啲粗嘅筍頭亦都會被去除。細隻嘅冬筍所剩無幾，但鮮嘅精華全部得以保留。當地人獨愛筍蒸臘肉，李叔好客，經常邀請朋友去屋企食飯。新鮮冬筍加自家晾曬嘅臘肉，最原汁原味，能夠品嘗出冬筍嘅鮮甜同臘肉嘅鹹鮮，係冬日裏面南昆山最流行嘅餸飯菜。好，嚟食飯，嚟呢冬筍今天早上先挖到嘅冬筍臘肉啦。蒸臘肉，睇下好唔好食。筍乾係保證全年食用嘅製作方式。冬筍過水切厚片曬乾，脫水後喺酶嘅作用下，風味因子互相反應，產生同鮮貨截然唔同嘅味道，保存幾年都唔係問題。喺距離惠州300幾公里嘅韶關，同屬客家民系嘅南雄，筍保鮮嘅方式就大有不同。因為地處粵北同江西交界，濕冷嘅氣候令到南雄菜以鹹、辣、香、酸4大味著稱。酸筍亦都成為咗南雄必不可少嘅提鮮調味佳品。清晨5點，李兆文一早就起身，佢要趕住喺太陽出嚟之前，幫媽媽將今日醃製酸筍嘅水擔好。不見天嘅井水係製作一壇好酸筍嘅關鍵。這個水必須是要在太陽曬到之前才能用。咪咪。去挖筍，来。笋是什麼？笋是竹子的吧？就是熊貓最愛吃的竹子。是。醃酸筍一般係喺春秋兩季，以嫩筍為佳。但李兆文嘅弟弟就冇咁講究。喺城裏面長大嘅細路仔，難得國慶返鄉下，帶住佢去挖筍，感受家鄉嘅氣息，先至係呢一趟嘅目的。喺南雄，家家戶戶備有酸筍缸。對李家兄弟嚟講，酸筍嘅味道就係媽媽嘅味道。
家鄉嘅味道。我們2個小孩回來去再搭一點點，搭給小孩吃。酸筍嘅製作過程亦都好簡單，竹筍切塊放入缸裏面，倒入井水醃製。當地井水特有嘅礦物質，加埋太陽嘅照曬，筍唔加調料，亦都可以自然變酸。1個星期之後就可以食用。農曆9月13，烏徑鎮新田村聖士節有住1700幾年歷史嘅古村落，喺呢一日迎嚟咗全年最熱鬧嘅一日。呢個以聖士為節嘅傳統節日，原來係為咗祭拜祖先、敬祖牧族，而依家漸漸演變成為咗分居各地嘅大家族團聚嘅日子。在外幾遠嘅親人都會喺呢一日返到屋企嚟。今日李家4代同堂，熱鬧程度甚至超過春節。要數80歲嘅李爺爺最開心。聖士節嘅圍餐亦都係老少合作嘅，而餐台上嘅主角非酸筍鴨莫屬。新田村依山伴水，自己屋企養嘅鴨食谷長大，肉質豐厚，口感柔軟，搭配酸筍炆製嘅酸筍鴨係南雄嘅名菜。姐夫賴春生係村裏面嘅大廚，每年過節都擔起咗烹飪煮菜嘅工作。把這個鴨子炒糟了，再下油爆香，爆香以後你再下這個酸筍，再下這個香料。辣椒嘅辣同酸筍嘅鮮完全滲透到鴨肉裏面，特別嘅酸筍味令鮮味嘅鴨肉更係餘味綿長。而鴨肉味入筍，唔單止中和咗醃筍嘅酸味，更加令到筍既脆又鮮，係道絕佳嘅開胃菜。對在外漂泊嘅新田村人嚟講，酸筍鴨嘅味道總係能夠勾起家鄉嘅記憶。熱鬧嘅聖士節過後，新田村又將恢復往日空心村嘅狀態。清晨5點嘅汕尾紅海灣仲喺度沉睡，漁民黃坤成同搭檔已經裝好魚餌，準備出海。要看那個天氣，還有潮水要配合得好，哪個時候隨時都可以出海。就是有時候當天回來，就是必須要把那個魚新鮮的撈回來，係最重要的。每日趕早出去餵嘅係能夠中午之前將新鮮嘅海貨送翻嚟。佢哋要釣嘅係汕尾當地嘅一種魚類，呢種魚只係喺11月中旬到來年1月出現。向住太陽即將升起嘅方向，開船20海里，等到適合落鈎嘅海域，黃坤成佢哋已經用咗1個幾鐘頭。這個水你看，裡面跟外面的就不一樣的。要想那個紅色的嗎？那個水太清了不行，太清了就是那個魚不上鈎啊。52歲嘅黃坤成18歲下海，跑遍咗廣東大部分海域，捕魚冇秘訣，全靠多年積累嘅經驗。等1000幾個魚鈎陸續落水，第1個魚鈎就可以收魚。收鈎嘅等待枯燥而漫長，捕魚全靠運氣，幾千個魚鈎捉唔到1條魚係經常有嘅事。黃坤成感覺有魚上鈎，氣氛即刻緊張起身。2個人拉線，船喺胡德森嘅掌控下，順住魚游走嘅方向追。3個人嘅配合稍有差池，魚就會流走。大膽其他，喂，綁超綁，快
等滴先啦，哇！呢度落膠，呢度落膠。黃坤成佢哋要捉嘅呢一種異常兇悍嘅魚，到底係乜嘢物種呢？如果給它咬到，它一滾就把那個肉都扯下來。船長跟船員就是配合得要很好，如果沒有配合好，走掉了一條螞蟻，就是要損失1000多塊錢。呢種長住尖齒獠牙嘅麻魚，學名海鰻、門鱔。每年天氣轉冷，就從台灣海峽游入淺灘產卵，第2年再游返深海。紅海灣遮浪半島避風條件好，而且水質營養，係麻魚最中意嘅港灣。2條10斤以上嘅大魚上鈎，今日呢一趟出海總算冇蝕有錢。但係對於小漁民嚟講，有一種情況比捉唔到魚更可怕。你標咗隻台鈴咩？嗰啲我真係玩嘅啊！漂亮啊你啊！你叫出嚟玩啦，台鈴咯。這魚釣都拖走了，這底下的，不要說釣到的魚，就是連那個釣都給它拖走。大船欺負小船，有時候它還要打人呢，還在上面就是丟東西下來扎你，你去說它，它還要追，肯定是委屈了。工具給你搞掉了，還說都不能說。一下撞到2艘大船，未嚟得切收嘅魚鈎全部拖走晒，3個人只能夠打道回府。喺一望無際嘅海面漂咗7個鐘頭，歸家嘅喜悅漸漸代替咗啱啱嘅憤怒。遮浪麻魚最好食，因為捕撈之後從來唔喺海上過夜，漁民當日出海當日返，雖然攰，但係為咗一口鮮，咁奔波都值。回家。這個單老魚就是金香，金香比別的地方就是好，那魚販子也是就喜歡我們這裡的，就價錢是雖然高了一點，但是就是好賣。漁船仲未返港，收購麻魚嘅人一早已經喺碼頭邊等候。買賣嘅方式跟住傳統，買家將價格寫喺小紙條上面，分別交俾船家，價高者得。好，這條面頂咯，今日捉咗條細魚，黃坤成特登留落嚟，攞翻屋企俾個孫同漁民兄弟食。媽咧？阿媽曬應佢啦。喺度忙啊，喺度就忙啦嚇。好。黃坤成上年在外跑海，今年為咗帶孫，先至翻到紅海灣嘅。曾經開過大排檔嘅佢，係整魚嘅能手。麻魚肉質緊緻，帶有海鮮特有嘅鮮味。魚頭魚骨煲湯，魚肉可以滾粥、燜炒或者清蒸。但麻魚嘅最佳配角非潮汕鹹菜莫屬，蒜蓉同薑絲爆香，倒入魚肉翻炒，加入潮汕鹹菜同芹菜，麻魚吸收即可以去除腥味，仲可以提鮮。另一種烹飪方式鹹麻魚係汕味嘅獨特做法，用鹽將麻魚醃製，魚肉中嘅蛋白質喺鹽嘅作用下凝固，去除多餘嘅水分。經過醃製嘅魚肉蒸出嚟之後，更加鮮嫩爽滑。這個醃20分鐘就可以蒸了，但是在沒有這個麻魚的季節裡面還可以吃，保持它的鮮度，放到過年都可以吃，就不一定是天天有的東西，就是放到沒有麻魚的時候都可以吃的。魚攤，全日嚟唔多數，或者個嚟個小型啊我。哦，這當節卡嘅那個魚就夾，就看小型冇得釣，你無呀就唔多數咯。
買佢大鯉小孔，撈一部邊啊！嚟，咁啊！我就落單。好。靠海食海，呢2年漁獲大減，漁民生活大多數都清苦。就算係兒女早已成家立業，但係同大海打咗一世交道嘅老漁民，對大海心存依戀。一日唔出海就覺得唔舒服，亦係佢哋更加知道呢個每一口海鮮嘅來之不易。每次辛苦咁同時間賽跑，亦只為保持海鮮嘅原味。